是，加油！哎呀，干什么好吃的？知道了，干嘴吧，吃吧，分一分吧，见面分一份啊！啊，大胖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哎呀，近日，韩江市滨海路西海段惊现无名尸块，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。针对此案，警方已迅速立案展开调查，被害人身份也已确认，死者陈某，女，31岁。目前，公安机关已将嫌疑人王某志抓捕归案，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。你们还要问多少遍呢？你回答就可以。我回到家，发现我媳妇儿在厕所吊死，然后我把尸体摘下来，然后我就分了尸，行吗？我回到家，发现我媳妇儿在厕所上吊了，然后我把尸体摘下来，然后我就分尸了。有意思。这要是推理有用，要检查技术人员干嘛呀？你谁呀？不是林兰，你这又捣鼓的哪出啊？你把这办公室弄得跟市场似的。这下午不是开会那个抛尸案吗？我推理一下行动轨迹。那行了，你别推理了，你赶紧把这收拾利索了啊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林远浩，你新来的同事，你呢带他去咱们技术处都走一走，你俩先相互熟悉熟悉。行吧，走吧。连长，我先过去了。去吧。哎，你这堆东西等我给你收拾吗？回来收拾。这里是毒物实验室。反射式紫外线成像系统检测仪，指纹无损的显影。这2款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指纹显现仪器。我们还用生物技术显现指纹。荧光免疫标记法、核酸体适配技术，不错。这里是法医实验室，负责人江妮，3年以来，全省技术大第5，法医组冠军，外号江一刀，我姐妹儿。林兰，把你的朋友带出去。电子数据实验室负责人陆超群，整个鉴定中心年龄最小的实验室负责人，少年天才，当年被中心领导破格录取，慧眼识英。他应该还有个助手叫季晴晴。走了。幸会。心理实验室，知道这个是谁吗？杨波，年轻一代测谎权威。幸会。波波，村里来新人了啊！山峰大哥，刚才是谁啊？山峰大哥，那边是茶水间。这一块是主要技术人员的公务区，这边是会议室，不开会的时候穿便服就可以了。这里是声像实验室，何故从事声像技术鉴定工作多年，业内非常有名气，人称何大拿。哎，别打扰人家工作。我们韩江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包含了法医、心理、声像、电子数据、痕迹等几大实验室。
而且我们还是全省最高规格的司法鉴定中心，拥有全国最顶级的鉴定设备。我来之前已经做过详细的功课了。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林兰，毕业于政法大学痕迹学专业，从事痕检工作6年。毕业之后，进入韩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实习，再之后进入韩江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工作。你全都知道了，还要我介绍干嘛呢？李姐，丽姐，听说了没？验出代理人过来，长得还挺帅的，叫什么来着？有帅哥？是啊，有帅哥。怎么了？有故事？从实招来。如果推理有用的话，还要咱们检查技术人员干嘛？就是。刚才走过去那个帅哥是谁啊？林远浩。比你可强多了。你这写的什么呀？燕楚，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，但是毕竟我犯过错，得让您知道。我要你来之前呢，已经把该了解的事儿都了解清楚了。那你还要我？我要你来是来工作的，我就是要把你憋在心里的这股劲儿给我用在工作上。但是我自己犯的错，我应该承担后果。你还记得你来之前我跟你说了什么吗？记得。我等着看你的成绩呢。把这拿回去。这个地方就是刚刚发生的10块尸案案发第一现场。王大治分尸之后，把装尸块的手提袋扔进了海里，结果被一群在海边娱乐的自媒体发到了网上，舆论发酵得很快。为了争取时间，希望检察院的技术人员协助侦查。公安机关对王大治进行了审讯，但是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，没有杀害陈鑫，他只是碎尸。公安在现场也找到了一些痕迹，陈鑫死前极有可能受过家暴的伤害。虽然王大治嫌疑非常大，但现有的证据还无法证明其杀害陈鑫，需要继续侦查。这件案子，公安机关邀请我们检察院提前介入，协助查实王大治。兔队，他说上一周他一直在外面鬼混，回家的时候发现陈鑫已经上吊自杀，而且好像已经死了好几天。根据公安法医的检验来看，死者的死亡时间确实是2到3天前，死因是因为机械性窒息，没有什么出入。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，不只有自缢，还有可能是他杀。王大治说了，他如果报警呢，他吸毒的事情就会被警察知道，所以他就想是用分尸抛尸的方法来掩盖陈鑫的死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地板上的痕迹表明陈鑫被长期家暴过，而我在卫生间也找到了同样的痕迹，很有可能王大治是将陈鑫强行拖进了厕所，饿死或者勒死，最后进行了分尸和抛尸。陈鑫的左臂已经找到了，上面有很多的淤青，这个就是王大治对陈鑫施暴的证据。这样哈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林远浩，这是从省检察院调过来搞痕检工作的同志。因为咱们这个案情比较紧迫呀，所以我让他直接过来开会了。远浩，你看看你有什么想法，跟大家都说一说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远浩。这些证据还不足，所以推理没什么用。没有推理怎么办？推理有助于推动侦查，可以怀疑一切，但是案情到了现在的阶段，需要的是证据。
造成痕迹的可能性有无数种。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证据的唯一性，那这案子就绝对经不起推敲。林兰，你回来坐，多听听大家怎么说啊。林兰的推断跟我们公安基本一致。根据我们办案组的判断，陈鑫的尸罐中一定会有新的发现。不过，那些装陈鑫尸块的袋子，我们目前只找到了一个，当务之急是找到更多的尸块。郑叔，我想申请复勘。好。燕初，我不跟他去，你要不让我自己去，别让他去了。哎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让你带带新同事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可是省里的技术大拿，你好好学习学习。我学他，我是怕人家看不上我，嫌我碍事儿。别贫，让你去你就去。我跟你说啊，临走之前，你给我站好最后一班岗。快去吧。知道了。我和你一起去抛尸现场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就行。燕初让我去的，因为我想跟你去。怎么还有土呀？兰姐，公安在这里已经找了1天1夜，继续找下去也很难发现尸块。我们应该去王大志家复查一下。再看看吧。师姐，这么快就来了？站好最后一班岗呗。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对现场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，这边、这边，还有这边，范围很大。林兰，怎么样？赵初，我想申请去王大志家复勘。别动什么歪脑筋了。我就在想，这个王大志他是不是？赵初，咱们得排查一下城市里排海水的下水道。我们已经开始排查了，太多了。大哥，好几千个呢。我大概想到了几个。好，那小李，你负责安排，
跟你们涂队也汇报一下。好的，赵仲。好，走吧。喂，不对，对，是。有情况。交给你了。所有人都过来，我们这边有情况。梁浩，这次干得不错啊。林老师，给点提示。因为洋流啊，大自然的轨迹就像犯罪现场的痕迹一样，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多多少少都会出现洋流的变化，就会出现城市地下水管反涌的现象。王大治抛尸的地点就离城市地下水出水口很近，离着最近的就是这儿。周叔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回技术处了。好，有情况随时跟我汇报。是。你和陈琴结婚几年了？5年了。怎么不要孩子？你知道陈琴怀孕的事儿吗？怀孕？我去陈真家发现有一件全新的女士呢子大衣，这件大衣完全没有磨损痕迹。我猜测她是准备拿来今年过冬穿的。如果照你所说，她是在为几个月之后的事情做准备，那就不像是有自杀动机的人。不过这也不能就指向怀孕啊。陈信的身材非常娇小，这件大衣完全不是她的尺码。那她怎么会知道这几个月她会长胖呢？除非她知道自己怀孕了。根据法医的检测，陈鑫生前处于妊娠期。而且我发现，他把几双高跟鞋都擦得很干净，放进了鞋柜，而平时在门口穿的是2双平底鞋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在他家翻遍了也没有找到卫生巾。像这种女生常用的东西，家里应该是常备的，
除非他这几个月根本就没有用，而且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也不会再用，所以才没有买。所以我就请我们的医刀帮我做了 HCG 的检测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但是陈鑫的最后就医记录也是3个月以前了，说明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建档和检查，就已经身亡了。陈鑫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，也没有去医院检查，也没有建档，看来他还在想要不要这个孩子，很有可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包括王大治。我操他妈！我操他妈！娘们太狠了，都是报应啊！报应，都是报应啊！虽然王大治的情绪非常激动，但他依然坚称陈鑫是自杀的。赵叔，我想申请同步进行勘查和审讯。接下来要击碎王大治的心理防线，这个思路说不定真会有些突破。叶林楚，哎，林兰，我正找你呢。我们先走了。我说，谁让你申请勘查和审讯同步的？要抓住王大治口供里的漏洞，这可能是现在最有效的办法。申请也要照处申请。你是技术人员，不是检察官。你现在的本职工作是给检察官提供技术辅助。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林远浩比你快了一步，自己有点着急啊？我有什么好着急的呀？大家都在等检验报告，谁先拿下来还不一定呢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好嘞。林老师，我要去勘查和审讯，你要去吗？同步进行勘查和审讯，因人而异，误差会很大。我倒是觉得这样可以找到王大治的破绽，总比大海捞针、翻垃圾的要强吧。找证据的本身本来就是大海捞针。上学的时候老师没教过你吗？抱歉，我说多了。但是，同步进行勘查和审讯，本质的意义就在于嫌疑人的口供。如果一个说谎的人不知道自己在说谎，那真相就会被掩盖。你是连心理学一起否认了？我没有。心理学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证明人心是不可控的，但是证据永远不会失控。行，我不想跟你争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去不去？我要去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怕嫌疑人说谎吗？找到真实的证据，就会击破谎言。123，123。通讯正常。开始。双儿，开始了。王大治，请你详细的陈述一下将陈鑫杀害的过程。我他妈的！哎，注意你说话的言辞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人不是我杀的。那你觉得他该死吗？
以前我不觉得，但我现在觉得他该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杀了我的儿子。那个臭娘们！我切他的时候，我真应该注意点，说不定我还能见到孩子最后一面。赵处，你问一下，大侦探看到陈鑫上吊的工具是什么？说说你是怎么发现尸体的？我回到家，我要上厕所，就他妈看见他挂在那儿了，还吓了我一跳。用什么上的吊？吊环。绳子呢？一根旧皮带。谁的皮带？我的。根据陈鑫的身高是够不到屋顶吊环的。他踩了个凳子。看到尸体的时候，你注意到旁边凳子了吗？对，我看到了。那凳子被踹翻了。你问一下王大志，陈鑫的尸体离地面有多高？陈鑫的双脚大概离地有多高？房屋挑高2.58米，陈鑫的身高是多少？1.65米。房屋挑高2.58米，陈鑫身高1.65米，吊环13公分。这么多是，怎么说就是那个30-40公分吧？确定吗？差不多吧。30-40公分。他一直在犹豫，抓紧问他。不是上吊。来，把你看到陈鑫自杀的现场画下来。对不起，我不会画画。那你说，我来画。发现颈部尸块的时候，我大概查了一下勒痕，应该是绳圈。你刚才怎么不说？法医没给出结果，不能随便说。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看到陈鑫自杀的现场是这样吗？是。他撒谎，陈鑫不是自杀。陈鑫如果在这个吊环上用皮带自杀，双脚根本达不到这个高度。不，可能就10几公分。你确定吗？我在厨房附近发现了残留的血迹，问一下王大志是否家暴过陈鑫？你对陈鑫家暴过吗？什么呀？你打过他吗？我们在你家中发现多处陈鑫的血迹残留，但并非分尸造成的血迹轨迹。我一直有吸毒的毛病，还被送去过戒毒。陈鑫的娘们就是我老婆，她总想管我，所以你就打了她，对吗？就让她闭嘴，别他妈管我。你经常打她吗？也不是经常，就那么几次，反正我记不清了，看心情吧。你是怎么打的？操，打人还能怎么打呢？也会使用工具对吧？没有，我从不使用工具。你使用过工具对陈鑫家暴，是皮制品。
对吧？我有一根牛皮绳子，牛皮绳是怎么来的？说不清怎么来的，就是我用着顺手。看来这一次王大治该全料了。不要预判。你怎么用它实施家暴的？就是我老婆把我惹烦了，我就用这根绳子勒她，我一勒她，她就认错。你最后一次勒她是什么时候？就是这次。但是我没杀她，我只是把她勒晕了，我没杀她。咱们要不要用点策略？是。点他。你在说谎。袁浩，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了，而且现在的赔偿款比原定方案要多得多。宋白宇，这个赔偿金和厂商得到的利润根本没法比啊！你们现在花了这些钱，就想息事宁人，这是钻了法律的空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为我的客户服务，这怎么是钻法律空子呢？这保健品根本就是假的，没有保健功效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我对保健品的认知根本就不重要。而且私下调解符合法律流程，但真相不是这样的。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消费者得到了他们想要的，工厂没有倒闭，没有大批工人因此而失业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结果吗？宋白宇，你管这个叫最好的结果是吗？啊？那些被欺骗的消费者怎么办？谁来管他们？这些老人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，就希望自己的身体好一点，不给自己的儿女添负担，到最后被骗得血本无归。宋白宇，如果是你的爸妈，你愿意吗？如果嫌疑人最后逍遥法外，到时候换个名字继续骗人，又有多少人被骗？你没想过这些啊？袁浩，你别激动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法律，你不应该站在情感和道德的角度上去审视法律啊。我不觉得情感和道德站在法律的对立面，但是我现在觉得，有人在践踏法律。这怎么能叫践踏法律呢？天底下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，像钱老板这样人多了去了，你管得过来吗？那我，哎，叔叔，这事了啊，这事了。我知道，你们先别走，你们先别走。好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先别走好吗？我知，不要再说这无意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这赔偿金拿了，他们会继续骗人的。叔叔，哎，陈叔叔，陈阿姨，我们有事儿，我们还要走。不是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不是，你们先不能走，你不能。行了，袁浩，行了。哎呀。哎，你怎么哭丧这个脸啊？啊，因为我没被搞进去，对吧？大家还在这干嘛呀？散了吧。老板，不能这样，我们钱给你了。你拍拍良心，你也有父母，你这坑害我们老人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能再害人了。你们家拿钱了吧？啊，你家拿了钱吧？你们都拿钱了吧？啊，调解书签了吧？我卖的是希望，你们买的是教训。我没在里面掺毒药，就已经很良心了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这帮人吃土赚钱，你们都乐意，占了便宜就别卖乖了，滚蛋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给你们每个人的钱，比你们在我这花的可多了去了。你们这是法吗？滚蛋！滚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老东西，我他妈弄死你！这次是一拳，下次是审判。好，检察官打人了啊！检察官打人了，都看见了啊！检察官打人了，我告你！你等着啊！我现在就打电话，我现在就打电话，你等着，你牛逼！
这个视频在网上已经传疯了，还打伤了人，造成这么恶劣的影响，停止。是。黑夜是向更深的彼岸，扬起的迷雾模糊了边界，心是静默如谜的深渊，选择光明就勇敢刺破黑暗，谎言试着取代了答案，再汹涌的浪吞噬不了光线，心是等它在风暴里沉潜，身为光明就义无反顾的耀眼，在黑暗里站成一道闪电，短暂的挣扎，寂静无声的世界，照亮每一次未知的冒险，哪怕只有一个瞬间。寂静的杀人，白昼的罪恶比黑夜更可怕，我的伙伴，别低头，奔跑吧，在黑暗里站成一道闪电，短暂的挣扎，寂静无声的世界，照亮每一次未知的冒险，哪怕只有一个瞬间，在黑暗里燃成一道火焰，倔强的对抗，侵蚀白昼的梦魇。是向更深的彼岸，冲破了迷雾，真相在眼前。